这个动作汇集了新手跳舞站不稳的一些主要原因。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？是蹲不下去，重心不对，上身僵硬？做舞者30余年，我一度这样认为，直到从我的零基础学生那儿发现，这些都是表象，并不是根本问题。能站稳的关键，其实是先掌握3个很容易在训练中忽略的小能力。练了它们，我学生在几周内就从脚下没跟到沉稳的跳舞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3个让你也可以轻松掌握的技巧到底是什么。稳定舞动的前提是立线要符合运动逻辑，什么意思？我们来看看视频刚开始这个动作，它的立线对吗？合理的立线应该像一条贯穿的能量通道，从上身经过核心直达脚底，反之亦然。跳舞时，任何脚下稳定的移动，靠的都是这条紧紧相连的力量通道。可是你看这个动作，屁股往后撅了，就像一根被折了一下的吸管，上面再使劲吸，下面一滴水也上不来。这样，我们的腿根本没法感受上身的重量，又怎能指望它保持平衡呢？值得注意的是，有经验的舞者，即使骨骼没在垂直线上，也能保持稳定。这是因为我们有一条肌肉立线来维持平衡。但对新手而言，这种高级控制尚未建立，因此首要任务是在物理上建立正确的垂直立线。那下面这个小练习就能帮你轻松地培养立线感。第一个动作呢，我们就是练习这个蹲起，然后在蹲起的时候要保持我们立线的垂直，从头顶到肩膀到胸到尾椎是一条直线，一直到2个脚中间的我们的中心点。然后呢，很多同学可能练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一开始就会有撅屁股的情况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下来之后要确认一下，自己有没有在这个直的位置上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给它调整过来，然后上下的练习。对了，如果你是30岁以上的舞蹈零基础女性，我的陪伴式蜕变方案会专门根据你独特的身体节奏，给予安全高效的个性化支持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来加入我。那在建立合理的立线后，当我们要移动时，又靠什么来保持稳定呢？我们跳舞就是不断的把重心从一个腿转到另外一个腿，从左到右，从前到后。但是你看我的学生们在一开始练习移动时，都有一个共同问题，他们的髋关节都是无意识的松散或不受控制的。顺便说一下，这个动作是练习稳定的一个很根源的动作，如果不把它练好，那做其他动作都会更加吃力。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，我们的胯根如果不锁住是松的话，那首先我的核心是不是就瘫掉了？其次，不受控制的胯根会直接扰乱重心的平衡。髋关节不稳定是破坏重心转换的头号敌人，而且它还会阻碍立线的建立和核心的稳定，所以跳舞当然站不稳了。那下面这个髋关节稳定的练习，你一定不能错过。我们双脚并住开始，然后蹲，然后左腿往外出，在出腿之前就要开始锁住我们的胯根，就是我们在动这一下的时候，这里不能动。OK， 然后现在我们的脚慢慢的往地上压，重心移到2腿中间，但全程我们的胯都是平稳的这么过来的，然后从中间再往左边移动，重心推到左腿上，依旧我的胯是不动的，在这个位置上 OK， 没有这个过程。然后我们到这之后，双腿并拢回到中间，站起来，然后我们往反面做一样的，往右，重心到中间，保持上身的垂直立线，回来，起来。现在立线对了，髋关节也稳了，但是当真正要单腿站起来时，这里又犯了一个错误，导致很多人还是站不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低位向高位移动时，很多人用肩带，要么用屁股带，导致脚底是飘的。我们缺的是借助地面帮自己发力，力量应该是从地面推上来的，就像一颗埋在土里的种子，它冲出土壤，向阳光生长的感觉。放到训练里，就是要学会推地板，但这个对新手来说太难体会了。直到我设计了下面这个练习，不管大家是双腿并拢，还是打开，还是前后都没有关系。但是我们在蹲下来要起来的时候，在起来之前，我们的膝盖再往下蹲，然后再起来。
因为不会使用膝盖是新手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，所以这个动作强迫大家去使用膝盖。那在这个蹲下来再往下的过程中，大家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脚底板与地面的压力会更加的增强，然后脚底与地面的这个对抗力会变大，然后我们就借助这个对抗力往下的时候，借助这个对抗力，然后推地板，让地板把我们送上去。所以这个动作就是蹲，再蹲，推起来，蹲，再蹲，推起来，推起来。你看我在往下，再下去的时候，我人再往下，然后推起来那股力量。所以要稳定的跳舞，脚底要生根，也就是要学会利用地面。回看开头的动作，它的不稳定是一个恶性循环。起初的立线错误导致腿部在移动时无法感知重量，再加上髋关节又不稳定，当动作进行到要单腿站立时，身体已经完全迷路了，就更别提最后利用地面来进行发力了。那今天这3个练习，大家可以分开练，也可以将它们混在一起练。比如练立线感时，可以加入推地板，或者左右移动时，可以保持立线的垂直。最后再给你个秘诀，如果掌握了这个，你的训练效果会更加有效，赶紧去看看吧。